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无可奈何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18号的西方7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布林肯的表态呢，表面上体现出的是狂妄，实则反映了美国外交的尴尬。美国的国务卿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既然是外长，当然要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门打交道了，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用处。不过美国的官员很特殊他们在多数时候都不知道好好说话，而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惯了。中国不是没有给过布林肯机会，但他在和中国外交负责人当面交流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外行。2021年3月，中美高层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格雷奇举行战略对话，当时中方出动了豪华阵容杨洁篪和王毅两位资深的外交领导会见了布林肯和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美方的两个人从头到尾被训斥了一顿的。王毅还在2022年的9月和2023年的2月都会见过布林肯。布林肯不是信口开河，就是态度强硬，理所当然会再次被上课。我觉得布林肯本人的意愿肯定是能不来中国就尽量不来，但是作为外长又肩负着美国外交的使命，哪怕挨骂也一定要来可中国就是不同意他来访。布林肯在参加西方7国外长会议之前访问了越南，并且希望下一站能访问中国，还是被中方明确的拒绝。所以布林肯才会无可奈何地表示中方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这里面既体现出美国外交的失败，更体现出孤家寡人的无可奈何。一个大国的外长混到这个程度，那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独家成就。中国一直奉行了和平外交的政策，即使是对美国这样的强权霸道国家，也很少采用拒绝对话的手段。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给中美关系制造了许多的危机，对中国政府是极其的不尊重。比如说银河号货船事件、炸中国驻南联邦的大使馆事件、南海撞击事件、绑架孟晚舟事件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都没有导致中美外交的对话的中断。那为什么这一次中国就是不接受布林肯来访呢？这主要是因为以拜登为首的本届美国政府国内摆不平，说话不算数，和布林肯谈什么都是在做无用功。拜登虽然一直想维护美国的霸权形象和霸权地位，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一件很弱势的美国政府，无论是对内对外都是如此。拜登竞选胜利以后，就有人指出他的卖点仅仅是在于我不是特朗普。拜登是被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送进白宫的，而不是因为他是有什么雄才大略。拜登上台以后，对内自称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但是2年多过去了，美国的制造业没有任何的起色。虽然科学技术有一些进步，但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集成电路国产化，都还是空中楼阁。对外美军狼狈的撤出阿富汗，遭到全世界的嘲笑。历届美国政府共同努力制造了乌克兰战争，由拜登来当接盘侠，让整个欧洲冤声载道。拜登还得罪了沙特阿拉伯，让这个最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与美国离心离德。在对华问题上，拜登政府一方面想要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买美国的国债救市，既想要和中国脱钩，又想继续从中国低价进口消费品来平抑美国的物价。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台海两岸敌对，就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拜登政府的这些做法达到目的了吗？恰恰相反，还在美国国内外都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反对。外国当然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了，而美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就比较复杂了。有些人真的是认为本届政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以特朗普、麦卡锡为首的这些共和党的势力，则是努力的制造和激化矛盾，要把民主党赶下台。事实上拜登政府是一个充满恶意却又无能的团队，把美国自己弄得一团糟，把全世界也弄得一团糟。和这样的执政团队打交道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拜登政府的这种情况在剩下的任期里面还很难改变。
现在还很难预测啊，2024年美国大选的胜利者是谁？如果再选出类似于拜登这样的政府来，我看中美双方的大使馆呢都可以关门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